你们知道让中国老人和外国老人一起带孩子是什么结局吗？结局就是中国老人除了带孩子，还得带外国老人。我和大胖媳妇一起出差了，就留我爸和我婆婆在家一起带孩子。这一早上孩子连玩带闹，太累人了。我爸就想出了一个能短暂解救自己和温迪的方式，让孩子去躲猫猫。反正我爸也没准备跟孩子们真玩，就寻思让孩子消停一会儿。我爸的计划是宣布现在开始躲猫猫，然后孩子们一跑，我爸呢就可以给温迪沏一杯茶，俩人休息一会儿。我爸没想到，他一宣布，孩子们，咱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叫躲猫猫。温迪。I love that game！ 层家窜出去了，狗都追不上。人家张大铁已经找好的地方，我婆婆觉得好，跟张大铁抢。张大铁说不行，这是我选的地方。温迪告诉他，孙子，咱俩换。我本来选的地方吧是狗窝，但是亲爱的上帝，谁能想到那还有只狗？拿铁，这样我给你2块糖，咱俩换。温迪就藏起来了。朋友们，一个加拿大60岁的老太太，顶着190的血压和33度的高温，足足17分钟纹丝不动啊！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成为躲猫猫的猫王。15分钟之后，孩子憋不住了，在窗帘后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。我爸一看也歇了足足15分钟了，就说游戏结束了，你俩赢了，天也晚了，也不热了，咱出去遛狗吧。仨人上电梯都到1楼了，我爸突然想起来少个人。少个人啊？温迪呢？不要说，不用说，不要说。这把忘记了，没找他呢，赶紧给找回来。你赶紧找哪个去？他不定搁哪眯着呢，你闷死了一会儿，哎呀，这不是大活人吗？你说说吧，温迪有多不好带？温迪还给我打电话投诉我爸，说我爸老不带他玩，让我爸教他练剑，说想了解一下中国老年人闲云野鹤的生活。我爸没办法，只能带上他一起晨练。不要问题，咱们还是学最简单的。使劲，出汗了，乖，咱俩回家吧。多动症有点，哎又来，给我爸忙得坏了。温迪这边跟我爸学练剑，人家温迪根本不看孩子们，温迪经常让孩子在外边随便玩，踩泥巴、钻沙堆，这都还好。真正让我爸崩溃的是，踩完泥巴、钻完沙堆之后，回家直接穿鞋上床，随便踩。那你说谁对干净都有自己的理解？咱不站队了，我只知道论干净还得蓝月亮。我还特意去人家的洗涤科技馆学习知识，还实操了，搭配玉图神器，让游班无所畏惧，轻松搞定日常衣物、床品污渍，连难闻的汗味都能有效去除，好神奇！哎，我发现很多老外都这样，穿鞋可以直接踩在床上。我问温迪为什么，温迪说被是有2面的，外面咋埋汰没事儿，你钻被窝里干净的就行。而且如果你的顾虑是怕鞋脏，那没事儿。今天我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压根就没穿鞋。等我出差回来，发现我爸和温迪都不在家，一问我爸领温迪看中医去了。我爸觉得温迪肯定是火大或者什么毛病，造成了他的躁郁和癫狂。然后人家医生问温迪啥，睡眠呢、饮食啊、心情啊，温迪都说特别好。医生就问我爸，那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？我爸说他让我不舒服。母亲节呀，快到了，我的婆婆温迪居然收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儿子送来的礼物。咋回事呢？几个月前，我婆婆大闹加拿大海洋馆，把警察都招来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婆婆的工作吧，是照顾一些就是大脑生长发育有点迟缓、有障碍的病人。这工作我跟你说，其实是高危工种，那整不好让人吐一口、咬一下子、打一电炮，这事儿都发生过。温迪呢，本来也可以摸鱼，就大家都活着就好，但是他偏不，天天申请拨款，要带着这帮孩子就是要探索世界。有一天就带着其中这俩小孩去了海洋馆，这海洋馆呢就有一个水边可以跟小海豹互动的地方，然后旁边啊就有对小夫妻来了就开始拍照，就自拍跟那海豹。他家的小孩就搁旁边那隔水的小矮墙上坐着，让这些夫妻给忘了。那海豹呢就从后边过来，就也挺顽皮，咔嚓就把孩子帽子给薅下去了，孩子也栽水里头去了。幸亏温迪啊手疾眼快，咔给孩子薅回来。孩子薅回来，小两口都没发现到底咋的了，给温迪气的坚决拒绝把孩子归还，就严重怀疑他俩是就拐来的孩子。最后保安经核实说，这就是亲爹妈。此案这父母啊不涉及绑架，只是单纯的心大，温迪女士，请你放手吧，毕竟人家海豹都放。这事儿就暂时结束了。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，那俩小两口居然带着孩子找到了温迪家。小两口说，就回家想想这事儿挺后怕的，想真心感谢你。这样温迪，你现在就说你喜欢啥，我们应该怎么谢谢你，因为毕竟生命是最昂贵的。温迪寻思说，就真的想让我说我急需的呗。小两口说，那真的呀。温迪说，我十分想再去中国，来回机票6000刀。小两口寻思说，要不然咱把孩子给海豹送回去吧，生命也没有那么昂贵，后来呢，温迪还是收到了他们一家人寄来的礼物，这礼物送的绝了。温迪拆的时候看那个形状还有点失望，因为看形状是一本书。他说我现在看书又不挣钱，没文化也不是1天2天的，你给我书干啥？结果一打开是一本 coupon book， 就是一本优惠券宝典。哎，一打开没有知识，每一页都是优惠券，从超市买菜到景区门票，从加油停车到花椒大料，什么买3赠2，满20减3块，琳琅
茫满目。翻开了这本书的温蒂，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开卷必有益，书中有黄金。读书是可以赚钱的。翻完只有80页，让温蒂更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？书到用时方恨少。那说到这儿，你说温蒂为什么对别人咋做父母这个事儿有点强迫症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当年她当单身妈妈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一个靠谱的人能帮她一把，都不靠谱。一会儿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大胖媳妇能活到今天，就是人间奇迹。那你说这个温蒂收到优惠券宝典这个事儿，其实还挺温馨的。母亲节，一个母亲收到了一个素未相识的孩子的礼物，就是因为她原始的母性，她的善良。我其实呢也给我的婆婆温蒂还有我妈都准备了礼物，这个兰蔻面霜。春天来了需要滋润，它滋润又不油腻，好吸收。同时我也收到了我的兰蔻礼盒，你看这眼霜、面霜还有精华水都有。虽然这是我反复暗示大胖媳妇她才领悟到的，但是看在她活下来的费劲的份上，就这么地吧。谢谢。回到故事中，那么为什么说大胖媳妇能活下来都是人间奇迹呢？温蒂当年单身妈妈的时候，带着大胖媳妇同时她得打工，打工时候呢就得把儿子放在他妈那，让他妈帮看一下。温蒂的妈妈呢贼不靠谱。有一次温蒂打完工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，发现家里没人，出去一找发现大胖媳妇在门口一个巨大的卡车底下玩呢，那卡车只要一开动，足。还有一次又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，又没人，发生啥了呢？原来呀，温蒂的妹妹和她的对象干起来了。温蒂妹妹这个对象呢又是一个情绪极其暴躁的黑社会。温蒂他妈呢带着3岁的大胖媳妇就去他家拉架去了。温蒂赶紧开车过去，一到那儿那个场景啊，他妹妹和他那个黑社会的对象都喝多了，满地都是破酒瓶子、烟头子。他妹妹手里一把刀，他妹夫手里一个大猎枪，一个大枪直接怼脑门子上，俩人搁这对峙呢。然后温蒂的妈妈呢就坐在沙发上抽根小烟。哎呀，你们这群疯狂的人，让我拿你们怎么办？大胖媳妇3岁半站在他小姨旁边，对面半米就是他拿着大猎枪神志不清的小姨夫。大胖媳妇手里还捡了一个地上的烟头，啥也不懂，哈喇啷叽搁那。Uncle Michael， 你不崩我呀？你不崩我呀？就这种事儿啊，我听温蒂讲老多了，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大胖媳妇有时候不太灵光，你们也就理解了。然后你们有时候看到温蒂就是母性泛滥，啥事都管，强迫症也就理解了。总之吧，当妈不易，提前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我会上课耍。我婆婆最近办签证呢，马上就要来了。我的婆婆温蒂啊，说实话文化水平不高，也没出过北美这块地方，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少。在温蒂的眼中，东方，我的天，那就是另一个世界。她了解的越少，她就越恐慌，天天查，那种积极性堪比我妈查致癌物，就查各种网文视频，给自己制造焦虑。首先最担忧的是上厕所，她自己用国外的视频网站搜外国人在中国上厕所，上边居然有人转述说，曾经有一个老外在中国不会用蹲便，把衣服都扒了挂门上，俗称八卦。东西南北4个方向各蹲了一遍，最后选择朝右跪在了地上，色泽白光徐徐，造型像在求雨。懂气象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大的要来了。此时外面的本地老爷爷意外打开了门，老头吓得直冒汗，直呼男子是 Snowman。 我婆婆说 Oh my gosh！ 我听完这故事我都吓秃秃了。我但愿这个 Snowman 是被人编出来的。我说不是 Snowman 是你生出来的，你生出来的。我不要搓澡。温蒂还听说东北人必须搓澡，那感觉好像到那儿下了火车直接就拉去搓。他说我不想去，光不出溜太尴尬了。我刚刚说，我说你不想去不去。大胖媳妇说，但是搓澡这地方2楼有自助餐，自助餐就是随便吃。温蒂立马动心了，自助餐那能上就是硬菜好菜吗？我怕他们没有我最喜欢那道菜。我说啥呀？他说扬州炒饭。大胖媳妇说，我的妈，我以为你憋个啥硬菜呢？有，而且基本没啥别的玩意儿了，别的不敢保证，你可以扬州自由，就陌生的人请给他一碗扬州那种感觉。一听扬州自由，温蒂立马同意了。温蒂还担心个事儿，来中国不会汉语，看不懂咱的剧，看不懂咱电影。你登我的 SVIP 号看呢，好多付费大片免费看，比如你爱看的灰姑娘，每月还有15元优惠券，在买付费内容时候可以用。迪士尼、环球的好多电影都可以看，那咱老开心了，有他最爱看的小黄人，我最爱的家庭共享特权，平板、手机、电视都能用我的账号，大家各看各地，都不用影响我妈在大厅看梨园行。最后一个焦虑就是温蒂听说过年之后啊，婚礼多，参加婚礼要给红包，不想去。大胖姐说，但是妈妈，你可以包100块钱红包，然后去搂席，等人家反应过来你这个人不能处，你已经逃逸了。我婆婆说，那搂席的时候有没有那道中国名菜左宗棠鸡？我说什么玩意儿？我婆婆说，左宗棠鸡，你不知道左宗棠吗？我说我们都知道左宗棠，但是不知道左宗棠是有机的，是有机的。温蒂一听可以搂席，又动心了。然后他说，我听明白了，红包这个事儿呢，它属于流通货币，给出去还能回来，所以这个事儿的解决方式呢，就最好我也有个什么大事儿，这个事儿大到哈，就别人听说了都不好意思说不来，都得来随个礼，这样就好了。大胖姐说，哎呀妈，你也不闪婚，你也不升学，那就剩一个大事儿了，那也不行啊。温蒂说，行，我就一个要求，你能不能在我走之前办？大胖姐说，那不行，那个事儿一般都走之后吧，